亲爱的灵魂家人，你有错过缘分的经历吗？是不是会出现有喜欢的人，结果因为自己的害羞，因为自己怕被拒绝而不敢于去表白，最终错过缘分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塔罗牌占卜来看一下身边有谁正在渴望着你的爱。这个人他最终会去表白吗？还是因为自己的羞涩，因为你们之间的距离，他过于的情绪化，想得过于的复杂，而选择可能把自己的爱呢深深的埋藏在心里面。我们用这样的塔罗牌占卜方式来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让你清楚知道原来他是在喜欢着你的，怪不得他会有一些在你面前可能紧张，或者是不敢做沟通的一些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勇敢去表达自己的爱的，总是会出现各方面的一些压力，或者是胆小的一些状态哦。那么让你知道谁之后呢，你就会了解你自己的心思，你是想要双向奔赴吗？你对他有感觉吗？如果有的话呢，那你也许大胆的去做一些引导，会帮助你们的情感更可能做能量上面的连接，更可能有积极的一个互动。所以通过塔罗牌占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身边的一些缘分。那么当下呢，宇宙也会指引你在这份情感里面，你们未来会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大家是需要去做积极主动的一些动作，还是说我就顺其自然，让他来表白好了？或者是这个人呢，我们是不适合的，我们做朋友是最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身边的这种缘分跟情感有可能也帮助到你建立更美好的生活。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那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牌卡。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现在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在小仪式之后，我们来进行牌卡的选择。首先，请跟着我做，如果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排除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宇宙，请告诉我，谁正在渴望我的爱呢？我们会有怎样的发展？我需要做主动的一些动作吗？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咯。那我这边呢，将以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占卜。选择好牌卡之后，在视频公屏打出来，领取好运，感谢宇宙的启示，领取爱情等等的字样，让我们跟视频进行一个最准确的能量连接，当然也表达你对宇宙爱的感恩。那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每组牌卡的对应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解答了。在这边呢，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打赏、支持跟信任。如果你喜欢 Jessie， 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1对1的私人占卜线下联系的话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对应的联系方式。申请好友的时候记得哟，要写上私占、个占等等的字样，我才会加你好友，好吗？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灵魂家人，谁正在超级渴望你的爱呢？其实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持续阅读的。那么近期呢，有一位可爱的灵魂家人宝宝在2个视频下面都留言了，告诉老师你的牌卡太远了，看不清楚。那么今天呢，我就用一张一张牌卡的方式让大家看清楚，然后给大家进行占卜解读。首先这一张牌卡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男生，他正在阴雨的天气，可能在一些伤心啊、失望啊，或者是落寞、寂寞的这种环境心态里面突然被一个拐杖强行拉到阳光明媚的地方，那么也代表着他在见到你的那一刻，他的眼睛就亮了。你会给他带来热烈的、积极的、阳光的感觉，让他从这种阴霾的天气心态里面走出来。他感觉到你是很亲切的，你给他一种温暖感，而且呢，他也非常的欣赏你。你重新点燃了他心中的喜欢，让他对于情感又有希望了。也许他可能对于爱情啊、感情啊已经心如死灰觉得没有任何的情绪，没有任何的兴奋感，也许今生不会再爱了。但你的出现呢，让他重新点燃了爱火，建立更加深层次关系的愿望。同时他也非常的欣赏你你身上的这种积极的能量呢，是会给他更多乐观的心态的。而他可能是稍微比较害羞的一个人呢，我们看到他脸上呢泛着一点微微的红光，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代表着他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哟。你给他了一种生理反应，你给他了一种情绪上的激动的兴奋之心，所以小鹿呢在心里面乱撞，看到呢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已经被你诱惑，就已经为你动心了。他希望呢你们不要是错过的缘分，可能曾经他经历过情感的一些逃避，他没有过多的负责任，或者是没有让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向对方告白，或者是接近对方。曾经他是有错过缘分的，而这一次呢，他是想要承担个人的责任了，不去推卸任何的责任，也让自己追求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理智，更加的有步伐。他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如何去让你对他有更多的喜欢，让你注意到他的优点。曾经呢，在感情里面可能他会过多的去看别人的一些缺点，或者是在感情里面他可能更多的去看合不合适而不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感觉。他会觉得不合适的话可以慢慢的磨合，只要自己不逃避不放弃就好了。所以当下呢，他愿意去直面情感里面的挑战，并且从过去的情感错误经验里面呢去吸取教训，让自己不断的自我反省，不断的自我完善。他明白自己呢是有对生活掌控的幸福主动权的。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不去追求的话，只是默默关注的话，那总是会错过缘分的。至少自己去追求了，不留遗憾了。至于对方呢会不会给他回应，至于你想不要跟他在一起，那是你的事情。最终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真心，那么如果你拒绝的话，那错失爱你的人是你而不是他，所以他想要问心无愧。也可以看到呢，当下的他呢心境也是要有一定的成长了，受过爱情的伤，或者是受过情感的痛失悔恨。当下呢，他想去建立更多可靠、负责任、值得信赖的关系，他也希望在关系里面受到别人的尊重哦。接下来这张牌卡是大大的梦想，这个人是有野心的，对于自己的幸福，对于自己的爱情标准呢，他是设定有高标准的。也许他对于优质于自己的人更加的喜欢，他喜欢可以给他带来积极的能量，可以让他去拓展自己的思维，有更多见识，或者是有更高的文
品、修养、文学知识的人呢，他会更多的喜欢，他喜欢比自己强的人，而你呢，就是一个比他强，给他带来很多的能量，给他带来很多的积极，可以激发他情绪，可以激发他智慧的人。那么也可以看到呢，这个人他的想象力、他的创造能力也是比较多的，可能他有风的能量哦，是喜欢思考，是喜欢幻想，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也有可能呢，他是属于想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少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很急躁或者是急迫的行动派，不是说一遇到自己心动的人就马上开始大胆的追求，他可能需要更多的想一想，计划一下。也许曾经的他呢，可能一旦在想多之后就容易放弃，但是当下呢，他遇到你哦，你又挑起了他对于情爱的欲望，遇到的这个缘分，他是不想再一次的放弃了。多多少少呢，从他的能量里面，我感受到他应该不是火象星座的人，可能不是白羊座啊、狮子座或者是射手座，更多的也许是土象、水象、风象星座。接下来呢，我们出现了观音这张牌卡，就代表着这个人他应该是东方人。我们看到他很典雅，是有一定的修养、内涵、气质的，不会特别的外放，也并不是放纵的性格，而且他应该是黄皮肤、黑头发，身材稍微是比较苗条，不会特别的高大壮。内心呢是比较平静。内敛的性格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尊重传统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穿旗袍嘛，但是呢，他依然会穿旗袍，依然欣赏穿旗袍的人，代表着他还是有一定的老派的思想。也许他喜欢古着，他喜欢旧的一些文化、旧的一些家居、旧的一些衣服。也许呢，他是对于旧的一些文化是很欣赏跟喜欢的。也代表着可能他的家庭观念也是比较强的。接下来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去情绪克制的人，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呢，因为在亚洲文化里面是很重视情绪克制的、控制的，所以我们会很坚韧，我们愿意有一定的隐忍，我们也会去做一定的坚持不懈。他是希望呢自己内心是平和的，人际关系是和谐舒适的，希望自己呢也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种轻松、舒服、自在的亲和力的感觉，所以不希望因为他自己对你的喜欢给你造成任何的紧张感，所以也可能在他至少没有明确感受到你对他有好感的心思之前他可能不想去表白。万一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表白了，也许朋友都做不成，也许他追求你的机会都没有了呢。所以当下呢，他可能会更多的想要去关注你，观察一下你。另外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对父母啊、对祖先啊都是非常尊重的。他有忠诚、责任感、强烈的家庭义务感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且呢，他也是很礼貌、很热情好客的，对朋友、对周围的人呢都保持着有一定的礼教，愿意迁就他人，同时也很重视群体的集体利益。他是可以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私利的，有一定的合作精神，也希望呢自己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懂得人情世故的，是可以让别人觉得舒服的。是一个不自私，愿意有一定的奉献、牺牲意识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家庭和睦啊，让自己的好朋友感觉到幸福的话呢，他也是可以做一定的妥协，做一定的让步的。最近呢，他是进入到了相思之苦里面哦。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会默默的去想念你，默
默默去做一些幻想，有可能呢也去关注一下你的社交媒体，看一下近期呢你都在做什么。其实对你的这种喜欢已经是越来越强，甚至到了有这种短期疾病的可能性了，相思病相思之苦。但是呢你们之间可能是有一些现实的差距的，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障碍，或者是当下他还没有摆脱被控制的能量，也许是自己思想上面的自我束缚，也许是自己还没有遇到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跟你发展情感，做顺畅的沟通，也许呢你们之间现在还并不是很熟悉的感觉也许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去跟你做更多的沟通，他还没有很好的去做一些计划跟规划，也有可能他自己在生活里面呢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等他处理完之后呢，他希望你给他一定的时间，再让他有好的机会可以去追求到你。其实多多少少对于爱情他还是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还是有一些消极的，特别是不敢大张旗鼓的向你表达自己的心思，担心被你拒绝。因为当你们四目相接的时候呢，你好像也没有给他任何暧昧调情的眼神，你对他的动作呢也并不是非常的积极只是他每次见到你的时候，他都感觉到阳光灿烂，自己情绪被调动了，但是还没有收到你的反馈，所以当下呢他想的是特别的多的。他知道你可能是条件比他好的，他对你呢有欣赏有敬仰，当下呢彼此也有一定的这个距离，要追求到你的关注，要追求到你的爱的话呢，并不是非常容易的。这一座追求的高山要不要去攀爬呢？他是想去攀爬的，但有没有这个能力，自己还要清醒的去思考一下，去衡量一下。无论如何，他希望跟你建立的情感呢，是可以让你们彼此都释放的，都安全的，都舒服的，可以独立的去做自己。他不想因为自己爱你而就想要未来去控制你。你们必须要建立很好的友谊，你的朋友都要介绍给他认识，彼此都需要更多互相的一些关注。他要的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恋爱时光，开心的时候在一起，不开心的时候呢，彼此就分开。那如果你有自己的社交，你有自己想要去接触的朋友，你都去，你有自己的梦想，你都去。他心态呢这方面还是比较年轻的哟，而且他很想要跟你进行心与心之间的对话。你们当下的谈话呢，可能还属于非常的互相礼貌，很有礼节，或者是很浅层次，还没有进入到深层次就是放心打开去讲自己的隐私去讲自己对某些事件真实的一些态度可能都还没有。而且这个人呢，你已经遇见了，他觉得你就是他正在寻找的浪漫伴侣，他觉得你就是他一直想要的梦中情人，对的那一个人，就是各方面呢都比他聪明，比他好，然后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兴奋感。两个人可能是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是有未来更多的可能性的。当下他对你的迷恋还是蛮多的。那你们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呢？首先我们出现了钱包这张牌卡，那么钱包也象征着金融交易商业或者是物质金钱相关的一些机遇，比如说在逛街的时候，在购物的时候，在开展业务，或者是参加会议，或者是去参加一些金融活动，去银行，这些时候呢遇到的他就是关于金融方面、事业方面。
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动物这张牌卡，也可能是在大自然环境，或者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或者是有动物存在的地方相遇到的。比如说在树林里去徒步旅行，或者是去动物园玩的时候，或者是去参加与动物相关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宠物收养活动啊，骑马啊，或者是遛狗去猫咪咖啡啊，这些地方可能遇到的它。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浴室这张牌卡，也象征着可能是在私人或者是亲密的环境中相遇的，也可能是在个人护理或者是清洁相关的地方，比如说在一些 SPA 或者是水疗或者是按摩地方跟这个人见面的，也有可能个别朋友是在卫生间跟对方相遇的，进行私人的谈话，也有可能你们是在参加一些瑜伽呀，或者是冥想这种非常安静净化的课程里面相认识的。我们还出现了音乐牌卡，也代表着可能和娱乐、艺术表达、文化相关的环境中相遇的，比如说再去参加音乐节呀，或者是去听音乐会呀，或者是在卡拉 OK， 或者是音乐课，或者是关于音乐研讨会上认识到的这一个人，也许是在去购买乐器的时候，可能呢就是你们在有音乐的地方认识的。那最后这张牌卡呢，就是学校。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学长、你的学妹，也可能是在一些教育环境、学习场所、个人发展的地方相遇的，在一些研讨会啊，或者是公开课，兴趣爱好培训、大学校园，或者是参加一定的学习主题的课程，也有可能是在读书会，一些讲座跟这个人见面的。因为这是一个大众牌卡嘛，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在看这个占卜，那最可能的就是这5个地方，一个就是可能在有金融环境，一个可能是有动物的地方，一个可能是在很安静、很私密、清洁能量的地方，也有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是有音乐。那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学校一些学习的场所认识到的彼此。这个人呢，他对你有很多的幻想他是想跟你建立很忠诚的关系，他是想可以跟你生活在同一屋檐之下的，希望建立非常长久稳定的情感。他把你视为自己的正桃花，他希望呢可以相守彼此，如果未来可以结婚的话，那就是最幸福美好的事情了。那当下呢，你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发生的，可能当下呢，他内心也有一些混乱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是有一些挑战会影响你们彼此的一些情绪，会影响你们情感很顺利的发展。那么也有可能他自己太过于的羞涩了，而这个人呢，他其实很想跟你建立靠谱的伙伴关系，他对你是有很诚挚真心的情感的，而且他视你为他的灵魂伴侣，他觉得你给他灵魂上面是有一些刺激跟启迪的，你是可以触发他内心深处情怀的人，这跟他之前感受到的这种缘分都不太一样他想跟你白头偕老，他对你呢是有深切的关心的。而当你们认识之后，他其实更加的现实主义一些了，他知道要追求到你呢，自己必须要有足够优秀的一些条件，也许是自己的事业要足够的好，也许是自己要有足够的一些金钱储蓄，可以带你去浪漫，可以赠送你很好的一些礼物，可以带你去烛光晚餐。当下呢，他可能正在
积极的处理自己的金钱问题，那也许该收的账就该收回来了，也许该存的钱就该存了，马上呢就要准备一些好多的一些资金哦，也许未来是可以大胆的向你表白，带你去旅游啊，或者是带你去吃好吃的，这些呢都是需要金钱支撑的。美好的约会呢，当然他可能也想要好好的去打扮一下自己，让自己从头开始，从头发开始都是很好看的、帅气的，或者是漂亮的，让自己美美的展现在你的面前。当下呢，他更加注意自己现实的一些问题、一些情况。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并不是轻易信任任何人的，但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莫名的感觉到一种非常安全的踏实感，他感觉你是一个不会玩爱情游戏，不会有太多算计心机的人，他会觉得你是纯真的、可爱的，所以他很珍惜跟你在一起，他想去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求到你。那在你们之间的关系里面呢，他愿意去付出。每次当他看到你眼睛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停止了，他都忘记了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可以看到他有多么的喜欢你哦，他内心对你的冲动还是很强的。还有就是你们之间可能是有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呢，他觉得自己在跟你交流的时候没有抓住到你的兴趣，所以代表着你们是有过一些谈话的，但是这种谈话呢，并没有增加你们之间的情感价值哦，可能错失了一些沟通上面的机会，可能自己对于你们之前的一些交流，他是很不满意的，觉得自己可能没有积极的去做展示，觉得自己呢没有引起你的关注，他希望一切呢都可以不同，重新再来，那重新再给你好的一些感觉，给你一些新鲜感，让你对他有更多的一些兴趣，他对你是非常的渴望，但是对于你们之前的相处方式呢，他是很不满的，存在着一些不好的矛盾，也许是自己有一些紧张啦，也许自己词不达意啦，也许自己没有让你对他有想要再一次约会、再一次联系的这个渴望啦，他希望呢去做一定的改善，希望可以让你专注于你们之间的这种互动，他其实有很强烈的愿望哦，希望你们的关系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他也希望在你们之间的互动中呢，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做一定的引导的，不要太过于的被动。看得出来哦，他很喜欢你哦，但是对于之前的接触呢，他真的有些惭愧。那么到底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性格品质呢？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骑士哦，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是一个慢性子，他很重视自己的一些能力，他也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面，可能做任何的，不管是自己的事业啊，还是自己的爱情，他都是循序渐进的，希望可以采取缓慢而稳定的方式取得成功。他很重视人际关系上面的持久、稳定跟安全，他也非常谨慎的、认真的再去做一些选择、做一些决定哦。喜欢在采取行动之前呢，好好的计划，也希望呢自己可以专注到一些细节，更多的可以体贴到你呀，更多的可以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不要给你造成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了。另外呢，五角星9的逆位哦，他可能是一个很难满足的人，总是希望自己做的可以更好一些，那自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在于金钱上面呢，
他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储蓄，在自己的技能上面呢，他会不断的去学习，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在感情上面呢，他也会不断的去做一定的妥协，那做一定的改变，该给予惊喜的时候呢，就要给予惊喜。他希望让这份情感不断的可以受到美好的一个刺激，进入到一直甜蜜的关系里面，不希望有任何的一些疏忽。那么圣杯9的逆位呢，这个人呢，他其实不太懂得放松他有点硬，很多事情都过于的认真，可能就会有一些较劲了，这样呢就显得他不是特别的自由。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是比较木讷的，因为过于的认真，很难看到他幽默风趣乱开玩笑的那一面。他说话呢也不会夸夸其谈，可能也是只说自己该说的。那么为了造成不尴尬，或者是为了造成第一次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甚至可以不说话，就是点头或者是淡淡的微笑就好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会看到他是一个不叛逆的人，不会有特别放纵的这种行为方式。那么他也会有自己可能不洒脱的那一面，过多的希望获得别人的一些认可，可能也会在物质世界里面去寻求到满足感，也就是金钱上面的满足感或者是事业成功给他带来满足感这种内心精神上面的富足是缺少一些的，所以会在外在去寻求别人的认可，去寻求一些实际的东西，拥有的越多，他会觉得越幸福。那么也代表可能他的年纪呢并不是很大，经历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少的，还需要更多人生的磨练，才会让自己真正的去精神世界里面获得幸福跟满足。好，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权杖4重这张牌卡，代表着他其实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之后，他是会去行动，会去努力，会去做实际的一些动作的，让自己获得自己想要的理想的梦想生活状态。所以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但是属于三思而后行。但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之后呢，就会有足够的耐心去追求，去实现的。接下来宇宙想告诉你你们两个人当下的人生观、梦想或者是爱情观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也许当下呢，你们还不在同一个频道里面，就是你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他并不是感兴趣，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也许他感兴趣的事情呢，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也可能你们喜欢的食物不同，他喜欢中餐，你喜欢西餐，他喜欢吃冰淇淋，你可能喜欢吃辣的火锅，那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距离这种距离呢，让你们当下并没有一见倾心。是的，他对你是一见钟情，很喜欢，但你对他好像并没有产生很强的爱意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平等的，在互动之中，他对你是有很多的一些幻想的，你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到他，而且你们呢，也可能不是同事关系，也没有很好的可以去做合作团结，你对他并不是很认可，他可能并不在你的情感标准范围之内。也许他对你很上头，情感上头，你对他呢并没有上头你们之间呢可能还需要很多的一些磨合。那么他想要追求到你的爱的话呢，是需要很多的积极努力的。宇宙呢就告诉你不用去
主动的追求任何人，你现在就美美的、漂漂亮亮的去享受你的生活，建立你自己的幸福时光。适合你的人，可以给予你足够幸福的人，他一定会来努力追求到你的。但是如果他自认为自己都没有办法给到你美好的爱情的话呢，那他只能把这种爱藏在心里面了。所以你不用特别的要去主动啊、邀约啊，或者是去克服任何的一些挑战，你只要美好的等待着好的缘分、对的人出现就好了。即使他可能条件不够好，但是他有给予你幸福的决心跟勇气，那你是可以接触的。如果这个人他很喜欢你，但是最后呢，他没有办法给到你想要的，他甚至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来追求你的话，那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关注他，或者是放低自己的身价哦，亲爱的，那也代表着你身上呢是有很多阳光灿烂的能量的，你是给身边的人呢很强的影响能力哦，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幸福，你越幸福呢，那么你越提高自己的能量，越美好的人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并不是所有喜欢我们的人，我们都要敞开自己的胸怀的，不是吗？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有人想邀约你的话呢，我们还是可以给予一定的机会，去互动一下，去联系一下，去做一些分析，那看一下这个人适不适合，最后你再做最好的判断呢。在感情里面、爱情里面，我们也要挑一挑的，不是吗？当下呢，就穿着你最喜欢的衣服，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亲近大自然，去跳舞，去社交，去玩乐吧，开开心心的享受人生就好了。见到喜欢的人就多一些互动，见到不喜欢的人，即使对方再怎么渴望你的爱，你也是可以云淡风轻的走开的。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有人超级渴望你的爱哦。这个人呢，其实他感觉你是来拯救他的。通过跟你在一起的接触呢，你有激励到他，你有给他很多的正念跟正能量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当下是在一些浑浊的、肮脏的环境里面，他正在保持着自己的干净，尽可能的朝着太阳温暖清澈的地方去飞翔。那么也看到他正在去摆脱身上的一些负能量。在接触你之后呢，他看清楚了自己身边很多出现的人都是可能互相利用啊，可能是诱惑的啊，缺少一些真心实意呀。他在有毒的环境、有毒的人的周围，所以是时候要去做一些断舍离了。这种断舍离呢，也许是在于自己浮躁的一些心态，或者是舍弃自己对爱很多的一些好奇心，很多的一些欲望，下半身思考。也可能他想摆脱一些混乱的人际关系，他向往像你那样简单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太多的一些热闹，实际上都是空虚的狂欢，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内心幸福的跟满足感。他感觉你是很有光明的，你给他带来了眼前一亮的这种激动。另外呢，他会希望自己当下要接地气的，好好的去谈一场踏实的、稳定的、持久的恋爱了，不能仅仅是一些暧昧啊、一些调情啊、一些虚幻满足了自己肉体的这种欲望，而是真正的要去做一个很有责任之心、乖顺的、和平的恋人，拥有美好的精神情感，不要再天马行空，不要特别的叛逆，不要特别的贪玩，不要只是自顾自的，还是要在感情里面懂得体贴，那懂得去互相的滋养，懂得做一定的奉献，也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负能量。他想取回本来属于他自己的能量，也许他身边是有一些
特别在感情里面放纵的人，并不是很专一的。他会觉得别人不专一没有关系，只要他自己专一就好了。但是呢，接触久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可能让他呢对于情感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不踏实。而当下呢，在遇到你之后，他会看清楚自己其实想要怎样的一个人，想要的是简单美好的爱情，他要的是爱情质量，而不是爱情数量。之前他有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情感，追求一些莫名其妙不属于不适合自己的东西，有一定的贪婪了，有一定的幼稚。在见到你之后呢，他发现了明确的目标，现在他慢慢的受到你的启发，开始清醒了，希望自己可以阳光灿烂，希望自己可以保持纯真，不忘初心。遇到自己真正心动的人呢，要好好的保护，也要好好的去呵护滋养这份感情，也要有一定的责任之心。实际上这个人的年纪可能还是比较小的，他是一个很信任别人的人，是比较单纯的，在感情里面呢，没有受到过太多的一些欺骗，或者是被受过太多的一些悲伤伤心的一些故事所以遇到好人呢，他是会很快变成好人的；遇到坏人的话呢，他也很快去学坏的，很容易被诱惑，很容易去跟着受到周围的人去影响。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视忠诚、很讲义气，并且希望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人。他是很重视别人对他的这种尊重，对他的喜欢的。也许他从小的这种生长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复杂，从小受到父母的保护呢是比较多的，没有见到社会里面黑暗的那一面。对每一个人他都觉得是善良的，是值得学习的，只要别人对他好一点呢，他就会多好还回去。即使可能别人在占他便宜他不知道他尽可能的去追求和平，没有太多的计较，没有太多的一些比较。如果是喜欢自己的人，占一点便宜也没有关系啦，他是一个和平的爱好者，其实他是追求平静安宁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是特别需要保护的，不能让他去认识一些情感放纵的人，不然他是会很被影响另外呢，他是很注重精神世界的，他相信天使，他相信宇宙，他相信神秘的力量。对于任何自己未知的事情呢，他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对于感情呢，他有一点点的敏感，很注重感觉，而且想法呢也并不是很复杂。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就会积极主动开放，然后去信任别人，别人说什么他都点头，他都觉得好。那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呢，他可能也不好意思去拒绝，他觉得拒绝是一件很不好意思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其实他是蛮善良的。另外呢，他也蛮感性的，他接受命运的所有的安排，他讲求缘分，他知道出现在生命里的所有的人事物呢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所以不会太过于的排斥，而是接受当下。如果有人伤害到他也没有关系，那代表这个人呢是来教育他的，所以伤害了也就伤害吧。真的，其实他的能量呢还是蛮不错的，有自己大大咧咧的这一个部分因为从小呢得到的父母的爱是比较多的，所以他对于周围都是充满着爱的能量。是的，没有错，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他的家庭条件呢应该是不错的，有车有房，自己从小呢衣食无忧，也没有受过苦，也没有吃过什么样的亏，但是呢他的内心是有一些悲伤，是有一些不满足的。在感情里面他觉得自己总是对他人都很好，他自己尽可能的都在付出，没有很自私的想到自己，但是总是没有遇到很合拍或者是特别爱他的人，他会觉得非常的伤心。
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为什么还是没有遇到好的缘分呢？而你们的见面呢，应该是有一次正式的会面，在这一次正式的会面上面呢，可能他并不是很开心哦，也许没有得到你过多的关注，也许你并不是表达很多的喜欢他，他有一些落寞，也可能在一次正式见面之后呢，他有邀约到你，你也许在忙，拒绝了他的邀约，所以他有一些失望。那你们的见面呢，可能是在工作相关的会议上啊，或者是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面，或者是在特定的一些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计划活动。他很希望获得你之间的情感互动、联系机遇，他正在等待。他知道之前呢，你们相遇的那个时刻，也许周围有很多人，也许是非常正式的，没有办法去加深联系，没有办法呢去展现自己的魅力，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些喜欢，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互动，所以当时是在一个不对的时机。当下呢，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跟你再一次重逢，或者是再一次的联系，或者是找到某一个借口，可以让你们有更多聚会的可能性去发展情感。目前他确实现实生活里面有一些财务或者是事业、学业上面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可能你在忙，他自己呢也有其他要忙的一些事情，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呢来安排你们下一次的约会，还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可以展现追求对你的爱，是时候呢与世隔绝了。当下他正在可能整理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整理之前的一些情感关系，或者是整理自己的一些事业、学业。他还不想有太多的一些社交，太多的一些互动哦。他是很欣赏、喜欢你的，想要跟你建立恋情，但是当下呢，好像不在一个很好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只要他在有空的时候呢，他都是偷偷的在关注着你哦，再看一下你的社交媒体呀，或者是从别人那边打探到你的一些消息呀。希望呢，有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加深你们彼此的联系。那你们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呢？宇宙给你一些启示哦。因为这是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是呢，大多数朋友应该可能是在以下几个地方认识的。第一个，飞机。那这张牌卡呢，很直接的就表明了，可能是在乘坐飞机的时候遇到那个人，也可能是在机场休息室啊，或者是在一些路途停留期间的一些短暂的交谈，或者是在一些有交通工具的地方，可能是飞机，可能是火车站、地铁站之类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在互联网。那表明了你是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呀、约会应用程序呀，或者是在网站上认识到的这个人。你们可能参加了共同的兴趣小组，或者是你们可能在那种在线论坛上面认识的，也有可能是进行数字联系的虚拟社区来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一些网络游戏之中，是在线上。对有的朋友呢，我们这边出现礼物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通过赠送或者是接受礼物的这种共同兴趣活动认识的这个人，是在一些聚会、特殊场合或者是交换礼物的活动之中，也有可能是在假日聚会啊、庆祝活动啊、别人的生日派对啊之类的。好，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海洋这张牌卡，代表了可能是在沿海或者是海滩环境中遇到的这个人，也可能是在沙滩度假、参加海边活动，或者是在海边度过时光的时候你们相遇的，建立了一些联系，也有可能是在海边的这种婚姻派对里面认识到的彼此。
那么接下来电子邮件这张牌卡呢，是可能你们认识之后呢，留下了电子邮件的联系方式，然后通过 email 去交流更多认识的。有的朋友呢，可能是通过工作事业相关的一些通信啊 email 啊，然后让两个人稍微有一些熟悉的，也可能导致你们进一步的在线网络交流。接下来我们出现了 dance 跳舞这张牌卡哦，可能是在一些社交活动之中遇到的这个人，比如说一些有舞蹈音乐的聚会，或者是参加舞蹈课，或者是去一些俱乐部、夜总会有演出、舞蹈演出的地方，你们共同享受音乐或者是舞蹈，在这种活跃的社交氛围中去激发的联系。所以显出这组牌卡的宝宝们，可能是在有交通工具的地方，可能是在线上，可能是在一些庆祝活动，可能是在海边，可能是在有舞蹈热闹的地方。这个人呢，其实他对你最先开始产生的是这种尊重跟敬佩之情。他觉得你是一个很自信而且很有魅力的人，你是非常阳光的。他被你的那种优雅所吸引，而且呢，感觉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可以跟别人进行人际关系沟通的人，而且你对于自己的情绪呢，也是可以很成熟的把控的。你给他一些安全感、稳定感跟舒适感，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被重视的人。也许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是你主动可能向他示好问好，你是非常礼貌有修养的，让他感觉你身上的这种热量非常的棒，而且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有一定的同情心，有一定的同理心，也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感觉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可以有组织、有原则的人，非常的强哦。他会是比较仰视你的，感觉你身上呢有非常强的魅力跟影响能力，被你身上的这种亮光所吸引，然后呢，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你重视自己的观察能力，你是可以给别人一些好的建议、好的支持、好的观点，你是可以帮助他人的。而且呢，在你们之间的互动之中他感觉特别的轻松、快乐跟自如，你没有给他任何的压迫感，反而让他感觉到一种很强的感官体验。你就像玫瑰一样出现在他的身边，哇，他真的好迷恋你哦，很喜欢你。在你们的这种语言沟通上面呢，他感觉得到你的力量。在他失落的时候，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感觉到你的体贴、你的照顾，而且他感觉得到浪漫的这种气氛。也许你对他也是有好感的，也许你对他也是可以去愿意进行互动，愿意去进行联系的。至少呢，你没有排斥他，他是想送你玫瑰，他是希望呢，你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哦，让两个人可以建立浪漫。他会觉得你非常的独特、与众不同，你跟他之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但是你却莫名的给他带来很熟悉的感觉，很有亲切感。他对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感觉到骄傲。哇哦，他真的好欣赏你哦，而且对你是一种五体投地的佩服哦。你在他心中的位置是非常的高的，他每时每刻都会想起你，他非常的想念你。只要跟你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要跟你没有任何的这种信息互动的时候呢，他都会想到你哦，是非常痴迷于你的。其实他已经准备好要展开新的恋情，
要展开一些积极主动的一些事情了，他只是需要等待一个好的时机，然后开始去跟你有更多的一些邀约。希望呢你愿意跟他有约会，希望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那这张牌卡呢出现的是你伤害了我，但没有关系。也可能对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你们之前是有过一些互动的，但是在这个互动之中，你最终没有选择他，你看到他可能是一个小孩子啊，或者他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并不是很好，所以你就稍微有一些远离他了。这种远离他呢，让他反省，让他看到自己身上的不好，他正在去修正自己。当他修正好之后呢，他是会再一次的想跟你复活，再一次的想跟你联系，想要你看到崭新的自己，看到他想要跟你在一起的决心。或者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是你之前有过情感联系暧昧的人，但是在短暂的分离之后，他有去做反省。之前呢，你们分离之前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沟通，也许你在语言上面是有让他失望，伤害到他，有批评他呀，有指责他的，但是他想告诉你哦，没有关系。虽然他仍然可能有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你的对他的话语是真诚的，是真实的。他确实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他已经改过自新了。希望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个机会。之前呢，可能你们是有一些分歧，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冲突的。也许你看到他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对你呢并不是很真心，其实你错了。也许之前他对你没有那么多的在乎，他就是吊儿郎当的。正因为他不珍惜，所以你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呢，也给他敲了一个警钟。他以为无论他怎么样做，你都是不会离开的。但是你的离开呢，让他看到自己确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错误。他接受你的指导，他对你的这种期待，对你的喜欢还是很强的。他准备跟你有新的开始。对于过去的任何的冲突、任何的误会呢，他想去放下，或者是想要去解决。希望你可以看到他的真心，你对他呢是有一些误解的。那么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在你跟他的这种联络之中呢，他会觉得你并没有真实的感受到他的一些情绪，他的一些感觉，他是非常珍视你的。也许他没有表现出来，或者他周围的朋友呢，看着都是一些并不非常靠谱的人，所以让你对他有一定的界限，对他有一定的防备之心，不会太信任他。但是他想告诉你，他这一次是想来真的，想建立稳定的情感，他已经去做很多的调整跟反省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的性格到底是怎样的。其实宇宙呢想告诉你哦，这个人他的风能量很强，他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会喜欢感情用事，不会过于的情绪化，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很容易随风摇摆，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弹性，有很多的一些变化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哦，他人生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他就会逐渐的寻找到自己是谁，自己想要做什么，自己想要怎样的恋情，他会越来越有方向感，会越来越有意志，有勇气。他其实是有野心的，他希望自己的恋情呢，对方一定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力量，在性格上面成熟，在自己的选择判断上面，行动上面也是有足
够的这种主导权、决定权的，他喜欢跟那种很有智慧的人在一起。而你呢，就是非常有智慧的，你给他很强烈的人生方向感，你也给他很强烈的目的感，所以再一次的想要跟你有积极的互动，他不害怕克服任何的障碍跟挑战，他是希望表现出更多的一些果断、自信跟韧性的特质的。而且呢，他想跟你建立非常清晰的沟通，他在感情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哦，他尊重彼此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空间，你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有不同的梦想。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呢，是一种可能张弛有度、自由自在的恋爱关系，而不是因为爱去捆绑彼此，所以他会非常尊重你的人生期待。他有自己很聪明的地方，他也善于分析，很理性，知道不断的去做自我的反省，他也不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自己的这个话语呢可能会得罪身边的人哦，但是呢，只要是真诚的，他就会讲出来。他也坚持自己的界限，他其实是有比较强的观察能力的。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他也很重视真诚、诚实跟正直，他不喜欢讲谎话。力量这张牌卡呢，代表了他其实外表看着有一点柔弱，有一点温柔，有一点女性化，是比较包容不计较的，但是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有强大的这种力量、韧性存在的。他有比较强的内心平静，他也会以很有耐心的状态去克服逆境，他是有一定的上进之心，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情商也是越来越高的。其实他的人品呢还是蛮不错的，追求公平公正，但你们两个人的当下沟通呢，好像出现了一些麻烦哦，有很强的无力感。也许你们之间的情感是非常肤浅的，你们的情感基础并不是很深厚，你们的沟通呢可能有很多不顺利的一些障碍，也许对彼此也有很强的一些误会哦，所以不会是很顺利的这种细水长流的情感建立。而当下呢，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比较被动的，很可能是你比较不想要跟他去有任何的一些联系，可能他会给你发信息，但是你不冷不热的，就造成你们之间的这种沟通断断续续的，没有太多的兴奋感。长时间不沟通的话呢，其实是会让你们之间的缘分错过的，可能会让你们彼此有越来越少的互相关注的一些期待哦。万事开头难，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的话呢，可以做一定的主动。之前主动的话，也许不是一个好时机。当下呢，慢慢的循序渐进哦，也许会让这个情感往好的一个方向转变。宇宙呢，还是看到你们在一起的可能性是比较强的。是可以去解开误会、消除障碍的。两个人呢，只要保持理智的沟通，任何事情敞开了聊，会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明朗化，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隐藏啊，或者是猜忌。当下呢，你需要倾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哦。如果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人，你还是要去积极的展示一下。如果对对方有不满足的地方，你可以跟他讲，因为讲之后呢，他会听的，他会去想，想了之后呢，他会去做一些调整，会去做一些积极的行动的。如果他够珍惜你的话，他肯定会去改掉自己的毛病。如果他只是玩一玩，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责任之心的话呢，那就渐行渐远就好了。但是你一定要真实的表达，因为这个小可爱呢，他可能不会轻易的猜到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你要什么之后，他会按着你的要求去做一些改变的。他是很希望
知道你的心思，他希望跟你有清晰的沟通，他希望跟你有新的开始。之前的这种情感关系互动呢，是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他是需要去做改变的。他会要清晰的一些答案，清晰的一些过程，然后大胆的去追求你的，并不是说让你直白的去追求约会哦，但是呢，保持清晰的沟通联系，让你们的关系有进度，这个是必要的。不要被动哦，被动只会让这份情感患得患失、犹犹豫豫的。更多的是做情感表达，更多的去做自信的沟通，更多的呢是在精神上面、智慧上面去有更多彼此的探讨。保持着足够的这种决心的话呢，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会往更加的浓情蜜意中走去的，应该可以磨合情感，解开误会，让彼此呢往更好的一个方向前进呢，更加的甜蜜，有更多轻松自在清晰的一个情感状态互动哦。亲爱的，你可以掌控你的生活，你也可以掌控你的爱情，你是有很棒的积极影响力的，身边有人超级渴望你的爱哦，去感受吧，去体验吧，去选择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身边有人超级渴望你的爱哦。这个人呢，你们之前可能是有过一段时间的互动的，但是在这个互动里面呢，也许有一些感情用事，也许有一些混乱，有一些情绪化，没有互相给予很清晰的沟通，大家呢都是有些模模糊糊的一些态度的。当下呢，他是想拿回自己的头脑哦，希望自己可以理智的去跟你进行一下接触。之前也许他对于感情的态度是属于随便怎样都好啦，随缘啦，有也很好，没有也没有关系。那可能在感情里面呢，他会出现不负责任、不太主动，然后又不拒绝，没有明显的去做一个表态哦。当下呢，他是想要去强化一下个人界限的状态了，让两个人呢有更多目的性的接触，或者是知道彼此明确的一些原则，明确的一些界限，不要在感情里面有太多不知所措，或者是精疲力尽了，也不知道方向往哪里去走。可能他自己呢也处在一个比较盲目困惑的状态里面哦，对于你对他的感觉看不清楚，不太清楚，自己呢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么有些话该说呢还是不该说呢？彼此之间是有很真实的情感吗？你对他是真诚的吗？他自己是有怎样的一个需求呢？可能他都很迷失。那么当下他想收回自己的权利，如果更多的喜欢你的话，那么他是想做积极的主动去做表达，去做追求了，不要让自己含糊不清的让你感觉到模棱两可。如果他觉得不适合、不喜欢，那他也该退出了，至少呢也该明确的表一个态哦。他会觉得这是对彼此的一个尊重，当然也会维护自己的一些独立性。他是希望呢情感可以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对于恋情呢还是要做一个明确的选择，果断的一些想法跟动作。他对于情感还是很需求的，但是他不希望有过多的一些压力、担忧，他也不希望呢给你造成任何的紧张感、不舒适。希望大家都是一种更加轻松、乐观的态度，让你们的互动之中有更多的一些幽默，有更多的一些好玩。希望呢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积极性的那一方面呢。当下呢，他是想守护你们之间的互动的，就是守护你跟他愿意联系的这种可能性，想放下彼此的焦虑跟担忧。这个人呢，他可能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复杂的感情，对你
没有太多清晰的一些想法，是喜欢是心动的，没有到爱。那对于当下你们是否是合适的，可能他也很疑惑，觉得也许不合适，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不过当下呢，他又转念一想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不要因为一些假想幻想的不可能而阻碍了你们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与其轻易的去 say no， 不如说自己争取一下，不要留遗憾。真正的在接触了情感培养之后呢，才知道合不合适。如果还没有开始就逃避了的话，那自己真的是没有脑子，错过缘分。那如果是自己心动的，那么就加强联系，去滋润你们的情感，合适的话就好好的去滋润，好好的去保护。人生之中遇到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是很多，干嘛自己要轻易的去放弃呢？干嘛自己不把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其实这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的人，他很可能是你这段时间的精神启蒙者，也许他会让你对爱情有新的一些理解，打开自己的世界观，打开自己的格局。也可能他在跟你的相处之中呢，他自己对于爱情有不同的一些转变了。其实目前呢，就看到他已经在做调整了，从你身上呢学到不同的一些地方，那么也让自己有一定的觉醒。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种力量，让自己可以不断的去做一个调整，让自己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一些韧性。当他去对未知抱着更多积极的可能性之后呢，他反而心情开朗了，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迷惑。无论如何，你喜不喜欢他是你的事情，但是争不争取呢，就是他的事情，他想要去争取。之前呢，他还是有一定的戒心，有一定的排斥，觉得如果大家不是同一个频道的人，就不要去有太多的给予奉献了，去追求了。但是当下他又觉得，正是因为有你们的不同性，所以更要去拥抱，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更多的一些改变。那你们彼此呢，都会给到大家精神上面的一些成长大家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转变的。他知道在跟你接触的过程里面，他其实自己有在成长有更多自我的一些发现，喜欢你身上的亲和力，喜欢你身上的力量。监狱这张牌卡呢，代表了被限制、被困在某种情况中的感觉。这个人他可能内心是非常混乱的，当然也会有一定的恐惧跟限制。举个例子，可能他是年龄差距给你相当的大，也许比你大10岁，也许比你小10岁，他会觉得两个人可能是走不到一起的，大家差距太多了，还是不要太过于的放纵，还是不要太过于的自信了。现实呢是有一些障碍让你们建立情感的这种潜力的，但是一方面呢，他有根深固执的这种很保守很封建的想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有想摆脱这种限制性的信念，限制性的想法。也可能这个人是外国人，那他遇到你，他会觉得大家文化不同啦，国家的这种教育不同啦，从小的家庭环境不同，肯定很难磨合，你可能也不会接受他的。那么大家想要在一起的话，会非常的困难。一方面呢是这样想，但是一方面呢又想非常的去努力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幻想而限制了自己去积极争取幸福的这种能力。所以内心呢，他正在自我挣扎，正在纠结之中。这个人呢，他其实是条件比较好的，
也许是他的家庭条件很好，比较富裕，从小呢衣食无忧，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争取了。也许从小呢得到父母的关爱很多，大多数时候都是收到爱，但是自己给出爱的话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怎么样做了。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他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是有很丰富的内心生活，对人呢也是很慷慨的，渴望呢情感里面是有舒适的稳定的品质，自己呢也许是比较情绪化的，会有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呀，也是很敏感的，时而呢会非常的高兴，兴高采烈，但是这种感觉不对上来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自我悲悯或者是寂寞空虚的这种情感里面呢。总之呢，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情绪化的人，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教养有一定绅士风度的人。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就很注重绅士风度，有礼节，表现出男性的能量跟品质，也会愿意去担当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希望在人际交往里面呢可以是主导性的。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呢，她也会很有好的一个教养修养，在人际关系里面呢，希望去成为一个承上启下和平和谐的这个建立者，希望呢在自己的社交啊或者是职业圈子里面呢都发挥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希望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希望得到大家的表扬。从小呢对他的期待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他也会对自己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有比较强大的领导力，有比较强大的男性魅力，有比较温柔舒适的女性魅力。调情这张牌卡呢，是代表着一种有趣轻松的互动或者是吸引力哦。他很喜欢你身上的味道，他很喜欢你的身材，他很喜欢你的性感，你的诱惑，感觉你们之间呢是有可能发展很多浪漫的可能性的。在你们的社交互动之中呢，他感觉得到化学反应哦，生理反应也是比较有的，所以很想要跟你进一步。但是当下呢，两个人好像还没有心与心之间坦诚的对话，大家都是戴着面具的哦，还没有完全的去信任对方，还没有建立很忠诚的关系，可能会故意的在对方面前包装自己呀，或者是讲一些虚伪的话呀，当然也可能有一定的防备之心哦。也许对于他来说，可能他有接触过一些对他表白的人，但是这些人呢，也许是冲着他的钱来的，不是很真心的喜欢他这个人的性格，而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而受到他的诱惑。所以呢，他希望找到一个不是以外在条件而选择他的人，真正的是喜欢他这个本人本质的，所以他会可能适当的去做一些假装自己没钱啦，假装自己家庭条件不好啦，或者是假装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你啊，没有那么爱你啊，可能会有一些隐瞒或者是欺骗的可能性，也代表着他对于周围的人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谨慎跟警惕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也有可能呢，他还没有看到你的真心，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会有一些小欺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当然也有很强的这种化学反应，之前又讲了，你对他的吸引力很强，他跟你呢是有情感共鸣的，他其实见到你就会有小鹿乱撞的这种内心化学反应哦，很想跟你加深联系，但是又不想太快的去加深联系。那么这个人呢，他可能会想要再观察你一段时间，或者是之前的接触上面呢，他有观察到你，他有产生一些误会，他可能觉得你是贪图他的外表外在条件的，
或者贪图他的国籍，有的人呢想嫁到国外哦，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的审判，但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呢，他又蛮喜欢你的。他当下呢想要更加的理智一些，用头脑去分析、去判断、去选择，然后最终做一个决定，就去行动。那么你们到底在哪里认识的呢？首先我们出现了仪式这张牌卡，可能是在举行仪式啊，或者是庆祝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正式活动聚会上面遇到的这个人，这可能也包括着婚礼，或者是宗教的仪式，也有可能是在毕业典礼，或者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纪念一些重大事件里程碑的其他正式场合。也有可能呢，我们这边出现了追逐这张牌卡，代表着积极寻求某人或者是某东西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一些追逐的比赛啊，体育竞技项目，有比赛的休闲活动，马拉松，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在有比分有输赢的比赛里面，桌面游戏也算哦。那对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有房子有家的地方认识的，也许是在很熟悉的或者是家庭环境中遇到这个人，比如说在朋友的房子里面，或者是朋友的公寓，或者是在一些住所，或者是在一些室内的社交聚会，或者是以建立婚姻为目的的，以建立家庭为目的的聚会哦，可能是在相亲啦，或者是在社交媒体相亲网站上面认识到的彼此，可能就是很正式的谈恋爱结婚的目的去认识到的彼此。那我们这边呢还出现彩票这张牌卡，彩票呢当然就代表着运气啦，代表着一些意外的机会，可能是在转角遇到爱哦，也有可能是在一些赌场或者是收获财富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彩票站啦之类的。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食物这张牌卡，代表着和餐厅啦、食物有关的环境里面遇到的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咖啡馆、美食节，或者是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享受美食烹饪体验的地方。当然一些烹饪学校也算哦。最后我们这边出现了电梯这张牌卡，电梯牌卡肯定就意味着那种封闭的空间里面，小房间可能是你们距离很近的情况下遇到的这个人，在一些拥挤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自然发生互动的密闭区域，除了电梯也有可能是在公交车上面之类的。总之呢，是在一个小的大家在运动的交通工具里面，也有可能是在网络，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哦，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人的身上，但是选择第三组的宝宝们，你们跟这个人呢认识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其中之一。你们之间呢应该不是一见钟情，至少你对他来说不是一见钟情哦，他对你呢是有好的印象的，可能最刚开始大家都是有比较好的印象，觉得冥冥之中跟这个人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或者是有一些熟悉感，但是没有太激动的这种兴奋感，只是在认识之后呢，这种想念的感觉越来越强，你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跟他想象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觉得第一次遇到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有这种生理呀或者是心理的反应的，然后对他思念越来越多。但是你们不是，他是在见到你之后，其实第一次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但是后来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让他觉得他也没有去想你啊，他也没有完全去记住你的脸，记住你第一次见的形象，但是呢就是会深刻的出现，也有可能有时会突然梦到你哦。
这种状态呢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疯狂。当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你。也许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你穿的蓝色的衣服，后来他只要见到穿蓝色衣服的人，他可能就想到了你。那这些地方让他觉得非常的奇妙，让他相信你们之间呢是会有比较深的一些缘分的。而且你的诚实，你的脆弱都让他感觉到害怕，但同时又吸引到他，他觉得你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你是一个让他担心的人，他是不想寻找到一个需要情感依赖他的人，他不想有太大的一个责任，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呢，又因为你的这些特质很吸引他，很诱惑他，很迷恋他，让他就是很想要去照顾你，很想要去保护你的这些特质，保护你的这些单纯可爱。你是他的幸运符，自从遇见你之后呢，他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都越来越顺，越来越对。所以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他是有很好的一些价值的，他是会有能量啊，或者是生活境遇上面的提升的。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能量比较高的人，所以他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接触哦。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呢，一定1+1大于2的，你们是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的。那么他的职业有可能是美容师、造型师，或者是按摩师，也有可能是摄影师，也有可能是品牌公关、活动策划人员、产品经理，也有可能是公务员，或者是军人、警察、消防人员。那么这边宇宙给你的讯息呢，很有可能这个人他可能是有自己的技能的，通过给大家服务的技能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用，是从事这方面的事业。也有可能呢，他是政府公务人员，也有可能他是在做市场产品这方面的。好，大概他是有一定的自己专业的技能的，靠自己技能吃饭的人。接下来我们出现的牌卡，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对你有非常强的渴望，他会以一种很积极的态度、眼光来看待你，他希望给你建立幸福、快乐和满足的情感。他认为你是可以给他生活带来好运、带来积极和美丽的，他对你有强烈的钦佩跟喜爱之情哦。而且呢，他可能会暗中观察你，他是会像一个摄影师一样的，就是拿着一个监视器，会关注你、拍摄你、监视你、审查你。当然这次举一个例子意思就是可能他会偷偷的看你的社交媒体呀，他会看你当下的一些生活状态呀，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你是单身的吗？你对他有兴趣吗？你想要怎样的恋人呢？想更多的去观察你他对你的生活也是很有感兴趣的，对你有很强的好奇心，也可能被你的个性、被你的存在所吸引，远远的欣赏你，观察你的行为举止，让他更清楚的了解你之后呢，他就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跟选择了。当然他也懂得如何去投其所好了，知道你的喜欢，未来呢他追求你的话就更加的得心应手，就知道施展怎样的一个计划。那接下来还看到他正在去反思自己对你的感受，对这段情感的渴望跟期望，他想要想清楚，并且也会考虑如何让你们之间的这种动态互动的联系更好、更顺畅。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单亲爸爸这张牌卡，他是想要
保护跟照顾你，他对你怀有一种父爱的感觉，就是很疼惜你哦，很想要宠爱你。但是当下呢，他不知道你有想他吗？你有喜欢他吗？你对他有关注吗？你有在乎他吗？他很好奇你对他的感受，他也不知道能否可以获得你的分享。有时候正是因为这种不清楚的想法，正是因为这种神秘感呢，反而挑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那另外一方面呢，也代表着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肯定你对他的想法，还不知道你的需求，还是有一些支支吾吾的。对于他来说呢，他也有一定的矛盾跟不确定性，对你是有一些复杂的情感、矛盾的情绪的，好像目前他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这段关系，还有一些犹豫，不知道是否要大胆追求表白，是否要做承诺，或者是否可以再一次的雨过天晴。他是想跟你进行诚实清楚的沟通的。这个呢就显示的他不是很自信了。他会觉得你非常的漂亮，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吗？他又不是很帅气或者是很漂亮的人，他只不过家庭条件还不错。你那么好，那么优秀，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仅仅是看他的外在呢？他会有不安全感，他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你爱，想知道像你那么美好的人可能不会选择他吧，所以他也会因为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自我怀疑而在挣扎。可能这种挣扎呢，也带到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之中。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之前你们相处你会觉得他可能脾气会很难琢磨，忽热忽冷，忽好忽坏的。可能这种忽好忽坏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在不断的做自我的一些挣扎，自我的一些怀疑。他当然希望你可以等待他，可以给他一些机会啦，可以让他在你的心里面占一个位置啦。那当下呢，他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他还在观察之中。如果他觉得你们很合适，而且你是真心喜欢他的话呢，他应该会去做大胆的动作，应该会放下这种防备之心吧。但是这需要时间，这需要一个过程，希望你也可以给他一定的耐心。所以他对你的情感有包括钦佩，有包括好奇，也有包括对保证、对承诺、对认可的这种渴望。当下呢，他自己对这段关系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或者是不确定感，所以他自己也在挣扎。那么你们彼此开诚布公的去沟通，来解决这种疑虑或者是不确定性呢，会让你们的关系建立更多的健康跟充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特征。3张牌卡，2张牌卡都是思考的牌，因为在塔罗牌里面呢，宝剑就是风的能量，也代表着思考。看到他自己呢，真的是一个想的很多、顾虑很多的人。一旦想得多，就开始担心啦，就开始复杂啦，就开始自我思想捆绑啦、束缚啦。他是一个不想通、不会去做行动的人，但是呢，他想通的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忧虑。就他的性格而言的话呢，他会有一些消极的能量，但是他也会去积极的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消极的能量的。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有远见的人，希望自己在
任何事情考虑到看到好的结果的时候，他才去行动。如果没有确定的这种结果的话呢，他还是会去想很久。他可能也会因为一些自我怀疑、优柔寡断或者是无力感而去挣扎，这些想法呢都会阻碍他前进，都会阻碍他采取行动的。他并不是一个行动派。但是这边又有一个好处，他喜欢不断的去反省、自我更新。在年龄越大之后呢，他的经历越多，经验越多之后，他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领导力，就成为一个很深思熟虑的人，成为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他是有一定的野心的，而且他属于前瞻性的思维哦，就是目光看得更远，不会鼠目寸光，不会一时的急躁跟浮躁。但一旦他决定之后呢，他是会去坚持的。即使最后可能撞了南墙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之前自己已经决定好，那么在这条道路上面他会积极的争取。最初他已经看到好的结果了，这个结果是他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会有太多的计较，他是会付出的。那宇宙给你的建议就是在这份情感里面你需要怎么做呢？你们未来有怎样的一个可能性呢？权杖6这张牌卡代表着胜利、成功跟认可。就你们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话呢，可能还是有积极成功的可能性的潜力所在的。随着你们关系的进展，你们的周围的人呢，可能会给你们越来越多的一些祝福，会给你们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然后你们彼此的努力呢，可能也会解开更多的误会，也会看到彼此更多的一些真心实意哟。但是权杖皇后牌卡的逆位呢，可能也意味着缺乏自信或者是激情，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如果轻易放弃的话，那么这份情感呢，最后还是可能因为一些考验、戏剧化的发生而让感情慢慢的流失。但是如果保持着愿意循序渐进、不离不弃，好好的去滋养发展的话呢，你们会经历过考验，而有一段时间的离别或者是冷静期。但是这个冷静期过后，依然愿意去奉献付出的话，你们又会重新去建立积极的情感，有更多的感情更新，更多的情感激情的重生，有更多的觉醒。也就是说，两个人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段比较好的联系互动，对彼此呢有一些认可，但是在认可之后有一段时间呢，大家进入到磨合期了，这个时刻可能会出现纷争啊、消沉啊，这种价值观、爱情观对立啦。这个时候呢，彼此会需要一些时间空间去呼吸。好，在呼吸的这个阶段，就是好好的反省调整。如果依然对对方很爱的话，不愿放手，愿意去做妥协，愿意去做改变，愿意看到自身的不足去做修改之后的话，那么这个情感呢就会有新的开始哦。也借用这个冷静期，会有更多自我的成长，会有精神上面的提升，爱情技巧上面的提升，从而让两个人可能会做更多积极的一些动作，有更多积极的一些沟通，让你们的爱情更可能实现更新跟成长，更可能最后呢获得成功哦。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呢，肯定是有干扰的，肯定也会存在一些可能情感匮乏呀，或者是被忽视的感觉啊。这个时刻呢，就看两个人能不能挺过这些干扰，克服这些困难了。所以亲爱的，告诉你，在遇到自己心动的人、喜欢的人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无论你遇到谁，肯定都有磨合期，肯定都有不顺的时刻。那么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的话，会让你的情感更上一层楼哦。
另外呢，也告诉你，如果在情感里面轻易放弃爱情的人，就不值得你爱，不值得你珍惜。如果不会轻易放弃的话呢，那么给对方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对于这个渴望你爱的人，你知道是谁了吗？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当下呢就知道如何去做一些选择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是谁的话，很快他就会出现了哟。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希望这个占卜视频你喜欢，记得点赞，记得分享哦。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